就是漫谈嘛。嗯，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说一个我生活的目标很迷茫，就未来的问题啊。我岁数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快60岁了，抱歉啊，整理一下我这个小椅子。快60岁了，中国人说60一个甲子啊，一甲子就是整个的世界转了一个生命周期。那我快60岁了，我都快活了整个一个周期了，60星宿全都经历过了啊，所以活到60岁，我要是嘎了，这辈子也算满足了。那60岁以后还能活的呢，就是多出来的，对吧？多出来的，不是年龄，就是很多人都讲，哎呀，60岁年龄还年轻。其实呢，人这一辈子活的有没有价值，活多大年龄算是你活得很圆满，没有定数。不是说活120的就比60岁的圆满，某种程度呢，是以你的人生的每个时间阶段接触大千世界，以及和大千世界中融合理解东西的多少有关系。我们人活着，哎，我们面临这个世界，宏观、微观、物质、精神加在一起就是大千世界，无限精彩。那我们活一辈子呢，把这个小东西它降临到这儿来，就是让你去体会所有大千世界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效率很高，刚开播，刚开播。如果我们每一天的谢谢啊，谢谢。今天在 TikTok 上，我这 TikTok 有1年没播了，拿出来放在这儿一块播一下。如果每一天的生活效率都很高，也就是每一天你都能接触到很多的大千世界，感悟很多大千世界，那你就活得很有价值啊，因为你的生活效率很高，你活得很有价值。但是如果你每一天的生活效率很低，每一天都只能接触特别有限的大千世界，而且是重复的接触，哪怕你活的年头很长，活100岁、120岁啊，实际上就跟没活过也没啥区别，就还不如别活着，多累呀，对吧？我们人从这个物质上来，人从这个物质我们身体上来，就这么一个臭皮囊，到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就是为了体验谢谢啊，体验跟经历的啊。《西游记》为什么要给唐僧设立9981呢？其实就是让他体验跟经历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跟大千世界的各方各面去接触。没有这种体验，没有这种经历，他天天在庙里面，他取啥真经啊？他活100、1万年跟活一天有啥本质区别？对吧？那怎么就叫生活效率高，生活效率低？为什么生活效率高的人接触大千世界就多？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如果你活了一天，第二天你发现你接触的所有的人、事情，你各种状态、各种体会跟第一天一模一样，这不叫又活了一天，这叫把前面一天重复了一遍。第三天，哎，还是这样，见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儿，类似东西，那你又活了一遍，这不叫又活了一天，这叫把第一天再重复一遍。一年之后不叫活了一年，叫你把一天重复了365遍。实际上你这一年就活了一天，就接触了一天大千世界，你的生活效率很低啊，就这么着。那你要把这生活再重复10遍，过了10年呢？其实你不是过了10年，你就活了这一天。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效率。当然了，每一个人说我每一天跟每天完全一模一样，从早上起床接触的所有各种事情完全一模一样难度很大，一直到晚上睡觉，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只是这些因素里类似的因素越多，你接触到的大千世界就越少。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样的就会嘛，那你接触的大千世界越少，我跟大家说，你的人生中活的就会很层次低。你没有见识过，你也不理解，你也不知道，你这一辈子活下来，你这个肉体扔到这儿，你的生存价值就是很低。对呀，所以呢，别生气啊，我说到了啊，你说你降落在一个农村，从来没进过城，没见过世面，你也活一辈子。你跟那些真正在城里有见识、什么都看到、能体会的人活一辈子，
你们俩生命价值根本不在一个基数上。用佛教说，你将来六道轮回，你也会出现很大问题，不是光心善有用，没意义。就是你干嘛还要再给你投为人呢？就佛里面干嘛还要让你再识为人呢？你活了为人，你也体会不到东西，你也不往高处去走，干嘛还要再世给你为人呢？所以一个人活下来，人往高处走，就得不停的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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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去奋斗。要了解更多的大千世界，融入更多的大千世界，让你更多的条件去有，你才能活得更饱满、更满足啊！当然了，如果见识过大千世界，直播。再下来，昨天我公告了，昨天我说了啊，这么长时间没播了，播一点。对，不是大部分人生活都很有意义。一会儿我给你讲。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生活普通没意义？是因为你没从这种普通生活中体验出来它的相关意义，真的是这样。大部分人生活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又不像朝鲜把人约束成那么紧，那你还可以。中国毕竟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的，是可以见识到很多东西的。我们现在比古代人已经幸福的不知道有多少倍了。就是因为他们居在一个客观的物理环境里，他们向上走能见识的东西很少。我们不一样，我们有计算机，有互联网，有自媒体。古代唯一能传播，自己不体会，能传播大千世界感受的就是书，底层人还接触不到。现在不一样，现在任何人都能有计算机，有互联网，有自媒体。所以这样的任何人都能体会到别人接触过或构想到的所有的大千世界。你一辈子没有接触过的，但是通过这些工具你都可以去感受。你可以感受所有这些创作者也好，所有这些写的发布的人也好，他们自己的感受让你进去。对呀，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啊，我年轻的时候啊，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年轻的时候，我们接触到所有的女性东西就那么多，拿盘录像带那都是散着无数的光点，不知道翻录过多少次，去看看那影像，在上面看俩人在动，你都不知道在动啥。对，那就叫色情片。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大千世界你对女人的感受，比如说现在日本的东京热，你到处都能下载到东京热。正常的一个人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那么多女性，那么多啪，接触不到啊。但是看了这些片子，这就是现代人的幸福，比皇帝还幸福啊！古代啊，看了片子了，虽然你没有接触到那些真实的世界，你没有接触到那些女性啪，但是类似的感受让你有了，你最起码能部分的接触到这个片子里给你传递到的大千世界带给你不同的东西，就是你人生活着的价值就是比以前有价值，对吧？那当然了，按现在来讲做的游戏啊、科幻的电影啊，就更是把我们人类现实没有的这种世界都能给你感知、你的体会。所以我讲这干嘛？就是你一生中丰富多彩的人生，就是来自于你接触大千世界的这个东西。对，而大千世界有物质、有精神，什么都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直播，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呢，自己大家去感觉欧美片，你喜欢看啥片？对，那个时候翻的录像盘、翻的录像带都是欧美片，没有什么日本的。现在你喜欢看啥片，你都从电脑上看啥片。来自东京的问候，对，多幸福啊！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一辈子就是这种感知，比过去的人已经幸福多了。当然，有的人侧重于物质，有的人侧重于精神。一般人啊，真达不到很多精神上的高度。诗人呐、艺术家呀，更喜欢精神的世界。对，像这些人，我们觉得，比如古代的唐伯虎啊、梵高啊、贝多芬，还有现在很多人，这一辈子活得很不舒服，因为物质世界里确实不舒服。但他们一辈子可能跟我们普通人就不一样，他们喜欢的大千世界全是精神层面的，所以他们可能活着的有他们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先跟大家讲一下啊，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东西。但是为什么刚才有人讲，普通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大部分人一辈子什么都体会不到？我跟大家说呀，这里面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心静还是不静。真不开玩笑，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性静还是不静？你的浮躁
哎呀，特别浮躁啊，每天的被动的生活压力。你说我心静，我主动想静，生活压力太大，静不了，那很正常，也静不了。或者你所有得到的东西都很轻松，等等，很多因素会导致你的心不安静。你的心不能静下来的时候，其实就算是大千世界在身边，你能体会到的东西也很少，你有意思的生活效率就下降了。啊，但是我讲了，这个心静不是你想静就能静啊。今天不聊心静的问题，这是以后咱们专门去可以聊。大家喜欢跟大家讲这个心带来能量的相关问题。我只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普通人体会不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监狱，监狱啊，我老进看守所，这个大家都清楚。监狱，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就有的人，比如同样坐10年的监狱，有的人在监狱里这10年出来以后，除了年龄苍老了，人变得很衰、很丧气，没什么增加，都是衰减的。这10年低效率生活。有的人也是在10年监狱里，在监狱里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的技能。这个时候，他这10年相对来讲，他获得的就是跟前者就是高效率生活。就是这两者相比，你就得说什么？就是说后面这个人他的这种生活的效率，他的心态心境，要比前一个人的心态心境好得多，都是坐监狱，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说都是普通人，都是自然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不一样，那肯定的，就是这样子的。普通人也能活出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来，就看你自己的感知是什么样子。没办法啊，因为在那么一个狭小的物理空间，大部分人都被憋足了，好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心态、心境、心理的能量、心神，决定了很多时候对大千世界的感知。我这一辈子为什么跟大家讲，我说我他妈活够了，有时候这个那个的啊，对，心想静，但身体不静，这个确实是很理解。现在呢，中国为什么大家活得难？就是很多人就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的，你在工地上你搬砖，你送外卖，你赚钱养家，每天累得快死了，回到住的地方就只累的不行，就只能休息睡觉，醒了就得干活。你这种条件是没办法让你去心静的，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得推翻？这个国家必须这个操蛋国家得干死，就是因为现有中国的生产力环境，中国现在你们看它的工业啊、制造啊、科技水平，现有生产力是不会让中国人这么活着。每个人都可以很悠然的活着，就是每个人靠8个小时正常的工作获得的劳动生产力价值，我以前频道讲过很多次了，都可以让大家悠然的活着。你们有客观条件去让心境寻找更幸福的人生，就是对大千世界理解更多，是因为你们现在创造的价值都被剥削走了，都被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给剥削走了。不是你们没有条件，中国人全有，因为这个国家现有，咱们也知道中国人现在的条件是不是足够。所以他把你们的价值都剥削走了，把你们生活在一个低端和极下端的一个东西，让绝大部分中国人这一生中应该有的接触大千世界、高效率生活的机会全丧失掉。他就是靠着剥削跟欺压呀，让自己活在一个物质超级富足、条件很好的时候。所以很多中国人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这一辈子就白活了。不是自己想白活，是不得不白活，不得不白活。包括说这朋友写底层伤害、底层互害的原因，也是因为物质的极度匮乏，很多空间的狭小碰在一起才会伤害。不用这么狭小的，中国的条件可以让所有人都好，只要上面不要那么贪就可以。昨天我讲9000亿，很多人都说：“哎呀，翟老师9000亿还少，9000亿多。”跟大家讲，1、2万亿的人多了，你们不知道而已。就是中国上层的这些贪腐，我以前讲2年多，讲那么多次。我跟大家讲1、2万亿的事，不是说今天一天，我讲2年多，多少次跟大家讲过？就是这国母这“一带一路”办公室，多少人拿着1、2万亿啊？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大家不知道，就是这种财富在手里面，所以造成底下大家都无限贫穷，大家都无限穷，这样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就被挤压在这个小的地方。我当然是希望生活互相之间能变得更美好，条件变得更好。而这种东西呢，又创造了一个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钱啊，不是说大家的生活状态条件都差不太多，而是这个钱很高速的向一个顶层这个环境去收拢，所以就造成了所有希望能获得更多条件的人，用尽自己的办法，有这个新的人向上走的空间。那这空间里肯定漂亮女孩在目前的社会里比男性更容易寻求向上走的空间。所以这个就导致女性在中国所有的女性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大部分都畸形。但是她不能不畸形，你别埋怨她，因为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她在寻求她一辈子的从接触大千世界中获得的满足感跟幸福感。她开了眼了，她长了见识了，她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降不下来。嫁给你，一切都会降下来，她降不下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面这种机制、这种制度，中国共产党创造这种独裁机制，制造出这么一个体系来。对呀，制造出这么一个体系来。我就不开玩笑，你说王思聪，王思聪努力吗？王思聪努力个嘚儿啊！王思聪创造社会价值吗？这傻逼除了浪费什么都没有啊！他除了拉粪，你说他的给这个整个国家社会有任何一丁点，就是我们大家如果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丁点生产力价值创造吗？没有。那他占用资源吗？占用啊。对呀，他接触大千世界条件好啊，他把所有的东西全收拢了。所以你们天天看上一周换个妞，一周换个妞，一周换个妞，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换妞。对呀，这不是个案啊，是因为他爱炫耀啊。咱们都知道，很多人比他还牛，只是大家可能没那么多，比如说勤奋之类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是社会制度导致的。所以最终为什么中国要推翻，是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活在这个国家，本来这个国家创造的生产力价值足够所有人能够让自己的一辈子接触更多的大千世界，让自己生活效率更高，换句话说，一辈子活得更有意义。但因为它的政治体制，最后导致只有一小撮人活得有意义，绝大部分人这一辈子活的都很难找寻意义。就算比身边的人找的多一些，但是也是在很有限的条件里找，客观条件导致大家很难很痛苦而不是因为你们个人努力不努力造成的。有人说因为王健林，王健林努力吗？努力个嘚儿啊！王健林当年行贿受贿多少东北的银行啊？王健林自己走的哪个派系你们不知道吗？不管是江还是王，我们这些正国级领导，所以呢一样的那往上呢，那这些人获得的比王健林多了呀，这些人拥有的也比王健林多了呀，所以王健林给他们上供，最后导致的结果，大家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概念。对，那你在西方社会的人为什么不像中国人这样？因为你看不见，他制造的社会制度还是要相对来讲究一些公平的。这为什么中国人在海外活得会稍微好一些？只要你愿意努力很多甚至亚裔的人都可以娶挺漂亮的白人女人，因为你创造的生产力价值，只要你付出的足够多，社会条件相对公平，你付出的足够多，社会有机会给你。你哪怕摊个煎饼，你开个卡车，你做个按摩，你都可以挣出比其他的相同其他周围的人，只要你付出的多，就有更多的收益，你就能活得比别人同样这个条件的人活得更强。对，所以你这一辈子的价值就是这样。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打倒呢？它实际上是剥夺了太多中国人一辈子活着。刚才我开始讲过活着的概念不是以你的年岁定的，是以你人生体验定的。活着的价值它全给剥夺了，它全给剥夺了。一个人从20多岁就开始在外面去搬砖，工地上搬砖，搬到60岁搬不动了回家，最后呢在地里种麦子到死，他活着跟没活着有啥区别呢？
上天把这么一个肉体，用咱们自己的宗教体系来讲，不管哪个东西扔到世界上是让你干这个的吗？你下辈子六道轮回，你还想投胎为人吗？你没有这个机会。那为什么不是不努力？是因为中国这个制度就没给大家往上走的空间，没给大家走的空间。所以呢，就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啊，是必须要做的。有人说中国现在这么多负债呀，中国如果革命了，大家会不会穷？不可能。大家想想，中国人这么多年创造了这么多社会价值，只是这些财富，或者是在这些富人国内的体系，或者在富人国外的体系，这些东西丢不了的，这些东西丢不了的。所以这些东西一旦真正政治体制解体了，真正革命了，这些财富拿过来，在国际相关环境下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先不管以前贡献怎么样，只要再分配，所有底层人一定比现在生活好的多得多得多得多，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最多的一个人恨不能100个，不开玩笑。比如马云一个人能养活你们多少个人？你们以为马云的财富怎么来的？他妈没有他爹，没有陈云，没有很多人关系，马云是个屁呀！马云是个嘚儿啊，马化腾是个嘚儿啊，对呀。在中国没有这么强的背景关系，你想做生意当老板，谁有可能啊？曹德旺没有家族，没有他哥哥曹德旺是个嘚儿啊。所以他这个社会分配的机制，只要社会再分配，所有人特别是底层一定都比现在幸福多。干嘛？他的人生获得的生存的接触大千世界的机会，融入的机会和一辈子生活效率都会比现在高得多。这时候活的才有价值。所以为什么一直那么的，因为咱们这讲八卦不是讲政治，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得他妈造反，得干死这帮逼，是因为为了自己，为了咱们自己要做的。我呢也是为了我自己，红色背景是个狗屎啊，我是红色背景是个狗屎啊，对啊，我给这国家创造了什么了啊？我爷爷他妈当年为了这个中共统治干了一些事儿，到我爹这就已经纯是享受了。我见过太多红二了，什么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那少将怎么来的？对吧？那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那不就是一大傻子，智商如此之低？就是这些人所有的财富，他们没给这国家干啥，但是一直能靠着这些东西无限度积累财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如果在积累的时候还不停的通过愚民，所以有人说，哎呀，为什么中国人干直播的人带货的人那么能挣钱？中国直播带货全世界第一，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不像中国直播带货。为啥你们知道吗？因为中国人蠢。为什么蠢呢？因为他妈被洗脑洗傻了，从出生就开始被洗脑，懂事就被洗脑，上学被洗脑，所以导致中国人永远没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对呀，就像王家家的事，还有人给洗白，你洗个鸡巴白呀？能洗白吗？你想啥呢？就是你一思考这事就不正常，怎么可能呢？对，就像电动汽车，我告诉会收钱的事，你一思考就是房子的事还辟谣，他妈房子养老体检能是国家掏钱吗？你一思考就不可能。俄罗斯打中国，你能支持俄罗斯吗？历史上对你侵害最多这个那个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你能吗？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蠢人干蠢事？就是被洗脑洗得太彻底了，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所以最后导致呢，大家不光活得很难受，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被阉割了，都被强制性的改变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我们自己活着的目的才干这个事儿为了我们自己活着的目的才干的这个事儿，好吧？所以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讲马化腾有什么意义啊？自己你一查不就知道马化腾他爹是干啥的了吗？你自己一查不就知道他爹是干啥的？你说讲马化腾有啥意义啊？对吧？青岛路虎打人那个事儿我讲不了。为什么路虎打人的事我讲不了呢？就是你说现在杀人这么多，这个那个，那是现在社会的戾气正常。底下说了，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对面这个人他是不是已经被生活逼到了绝境。我们有大量的人是生活已经逼到绝境的人，生活逼到绝境的人，那你惹了他，那发生什么事都行。但是像这个路虎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呢，前后的细节很多我们都不了解。比如说这个车怎么就堵上的？堵车之后，在两个人吵架之前，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最后怎么导致这个事儿出现的一个结果，我们都不清楚。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网上这个事儿是因为要为了这个地下的黑的代孕产业链去洗白，所以把注意力移到了路虎这个事儿。这个我也不清楚啊，因为呢这种事儿呢，逻辑上呢这些事儿在中国都不应该火爆。这些事儿相对来讲，现在这么多杀人的事儿，天天都是杀人、灭家、灭族、自杀，这些事儿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儿啊，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儿，知道吗？你讨论个路虎干嘛呀？那么多人全家都被人清了，都没人去聊。路虎在我们很多社会底层是事儿吗？啊，这不是事儿啊，坚决不是事儿。所以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吵这么大，那咱就不知道了。所以你让我讲路虎打人的事，我讲不了，因为有些事我能讲，跟大家讲，比如说当年唐山的事，我就能跟大家去讲，对吧？后来有一些什么杀人的，包括移植器官的，我都能讲。但是路虎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前因后果，我也不清楚这个事儿为什么能吵这么大。9000亿我跟大家讲了，你孩子问肯定是真的呀。你是第一次听我讲吗？我没9000亿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我说贪腐1-2亿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多少次跟大家都说过了，你们如果是你们老听我的人，对9000亿一点都不吃惊啊，你怎么会吃惊呢？就这个算啥呢？啊，跟大家天天都在说，北京朝阳一个税务专管员，一个工商专管员，一个税务局，当年叫工商局，当年叫税务局，一个专管员最底层的人，一个人有个几个亿都很正常啊。对呀，都很正常了。你看看那个社会老百姓，你们的存款怎么到将近200万亿的？你们兜里有几个钱呀？那200万亿存款从哪儿出来的呀？所以你们怎么会觉得这个事儿会很震惊呢？一点都不值得震惊，一点都不值得震惊。听明白了吗？啊，你没什么市值在以外，这有什么可震惊的呀？中国共产党干的所有的相关事情，不都是这个样吗？有哪个不是这个样子呀？所以大家有啥可以吃惊的？不用吃惊，不用吃惊，好吧？对呀，而且这种闹事儿一定是社会底层，因为底层会最忍受不住。大家知道啊，一个人用暴力解决问题和用非暴力解决问题，跟所谓的文化程度、跟所处环境关系很大。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越低端，文化程度越低端，生活条件所迫，越喜欢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反之，越不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暴力问题的时候，一定在4、5、6线城市或者乡镇、乡村。啊，这些地方的人呢，本身就容易抱团，大家呢，整个的环境又是那种地域性环境，整体呢，可能见识又不是特别多。当生活承压到这个程度，大家都认知是一个人的问题。今天在一个县城里面出了个问题，全是造一个谣言，全是这个县里面，比如说是公安局局长，就是这公安局长干的。所以呢，现在我们1000多人都很倒霉，这公安局长干的。所以我们这1000多人必须到公安局长家，把他家给砸了。那可能大家说一个号子啊，镇里面啊，县里面吧，县里面，大家说个号子，这帮人就去了。最起码就敢把这个公安局长他们家楼给围了，哎，把他们家房子玻璃给砸了，肯定敢呀。但是你在北京、上海这事儿，你敢吗？对，就不行啊。所以呢，就是真正中国要闹事儿，都是从底层这些地方开始闹。放心吧，以后会越来越多的，这没啥可说的啊，会越来越多的。代孕不是在山东啊，我跟大家为什么说这不呢？代孕全中国到处都有，我认识中国做代孕的都不下于10家机构，干活的基本上都是3甲医院的医生，大家都在挣钱
他说的价格其实也不对。我在国内，我当年因为要代孕找过人，正常的我要挑人还是大学的女孩子，挑人做啊，一个人代孕一个孩子50万，代孕2个孩子70万啊，这是国内的官价，他那个新闻揭露价格也太贵了。那个价格，如果那个价格你可以堂堂正正去泰国或者去美国代孕了，要到100万、130万就去美国了，谁会在中国做呀？啊，你在泰国，在很多地方70万左右、80万左右，到处都是，谁会在中国做呀那么贵的？所以它那价格不对，就代孕的那个事儿，山东的那个，当然那个事儿太多了，所以没必要去说，好吧？啥5000亿试水？哎呀，多，就是我跟大家都讲过，一次转就让我给转5000亿出来，就这些东西都不是钱，明白吗？不是钱，而且他们大量的贪腐都不在国内，都在海外，很多很多的，好吧？啊。啊，台湾的问题，陆征和景甜有孩子吗？又开始到男女关系上了，是吧？啊，聊女孩儿，就现在呢，其实中国的这种乱的程度，大家躁动程度，把这个男女关系也搞得很畸形，很难结婚的。你们现在如果去结婚，也是就是大千世界接触的很少，外界环境见识的很少，社会中下层的人才相对容易结婚一点。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什么都没见识，什么都没见过，也不理解什么叫做高效率的生活，所以大家呢都已经麻木了，麻木好，这个时候就容易结婚生孩子。但凡你要是有了见识，了解了外面大千的世界，你就很难再结婚了。结婚的待的时间也很长，长见识了，对呀、你长见识了，男人长见识了，没在外面那个世界谈过女人，也知道那个世界的女人是什么样子，也从很多的方面了解那个女人之间跟男人之间怎么沟通交流，感情是什么。你说回到低端的那些女人，怎么能够让你满意呢？女人也一样，女人长见识了，也知道高端男人是什么样。她跟一个不让她满意的男人，因为婚姻一定是谈恋爱是优点存在，因为优点，婚姻是因为忍受对方缺陷才能保证的。那大家只要都有了见识，而现在呢，社会上又把大家压抑的这么狠，让大家都没有相关条件来满足自己匹配的见识，没有啊，因为都被上面一小撮人拿走了啊，物质极大的集中，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导致男人跟女人都很难走到一起，真的是很难走到一起，好吧？而且婚姻也都是阶段性产物，不管男方女方，只要条件一好了，都是阶段性产物啊。先做站桩，八宝葫芦功很复杂，先站桩。嗯，中南海听床师的故事，你听啥床呢？听啥床呢？就我不知道你要听啥床，你是想知道国母有多少个小情吗？这都是外传的，国母敢吗？啊，国母敢吗？对吧？啊，这是不敢的。嗯，去日本跟大家聊没有问题啊，去日本跟大家聊没有问题。郭文贵确实出不来了，郭文贵问题也是层面太低，背的债太多了，就是他一直在险中求胜。咱们如果了解郭文贵就知道，他年在河南的时候就欠了太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钱，借助了拉了权势关系跑到了北京，在北京由于权贵的关系给权贵钱，利用权贵又欠了更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钱，做了盘古大官。这个权贵关系最后兜不住，权贵倒台，倒台了以后跑到国外，但是接着干这个事儿，通过各种手段负债，负债，负债，他拿的钱都是负债嘛，啊，然后呢交结权贵。其实郭文贵呢挺蠢的，郭文贵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在挣郭文贵的钱，因为郭文贵的文化水平条件太 low 了，所以郭文贵身边一大帮坏蛋都是在挣郭文贵的钱，没有人帮着郭文贵去规避风险。就郭文贵呢，他自己待一辈子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也挺可悲，就是身边全是坏人啊，他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在这个风头浪尖上，身边的人拿他是怎么看的
他应该做很多事情啊，不管是我现在做的事情也好，还是到处组织游行啊，这个全世界的啊，类似于法轮功啊，公开的打出这种反共的，把大量的资金拿出来去赞助各种相关的活动，拍摄大量的纪录片，揭露中共各个层面的纪录片，赞助各个这种纪录片拍摄，拍完了在全世界各个电视台去播送。也就是实际上郭文贵当时拿的钱，如果有一套完整的反共的体系跟计划，他能够站在一个美国都认可的中国的对立面上，就跟法轮功一样，那他都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都很脏的相关的保护。但是很可惜呢，这个逼呢拿了钱，你们也知道，他他妈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除了录点他妈逼视频，什么真正反共的事儿都没干。就是你们还老聊他聊那个片儿，他开个玩笑啊，他在国内当时在国内做反共，给他做的所谓的级别做的东西，他妈还不如我现在的高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警示级别，他没干任何刺激中共，让中共他妈没法弄的事儿，天天给你们讲一些好像中南海听床师的事儿，那么这个领导那个领导，这个逼那个逼，中共这么庞大，谁他妈在乎你造这些谣啊？所以呢，这个主呢，实际上是被身边的人害了啊，身边的人看着他傻逼，文化水平低啊，没知识啊，就哄着他干那些事儿。这真的，如果身边的人不这么坏，有个策划的，让他真正的去有系统、有体制的干一系列明目张胆的，像我刚才说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事儿，那就完全不一样。正常，谁在那种位置上？我跟大家讲过电影吗？我跟大家讲过，你们看过那个《让子弹飞》？子弹飞里他妈的，我问问大家，这个姜文惨不惨啊？周润发惨不惨？都很惨呐。妈，姜文惨在哪儿啊？他被底下兄弟拱火，被镇上的一些老百姓拱火，好像一心为民，最后全打赢了，他妈连兄弟都没有了，孤家寡人。周润发惨不惨？惨呐！被底下的姜武还一帮人他妈的雇佣煽户，一定要跟这个土匪恶霸啊土匪去对抗，跟姜文对抗，打到最后呢，把他们自己命打没了，什么所得都没有。他如果两个最上头去联手，他们俩早就最好的条件，底下的都不会有，都是被底下传的，每一个站在这个老大的位置上的都是这样。现在这个傻逼习近平也是一样的，将来都是替罪羊啊，位高者显大，都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郭文贵这傻逼不懂的地方。他在这个位置上，我永远不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永远不会把我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的。啊，要占那个位置占的太多了啊！前一段时间多少美国的人找我啊，去找我跟我聊这些事儿，在美国怎么起啊，王军涛怎么请这那的多少朋友，然后呢，那这恭维的放的视频做的东西，哎，我就不行，不可能，我到不了，我没这能力，我没这本事，你上，我这去，谁傻逼往那位置上放啊？谁站的位置上谁就是傻逼，因为只要你在那儿，你就是扛枪的。底下那些人干的所有事你老大都得背。底下你知道不知道兄弟是不是跟你带出来的？是不是跟你一条心啊？让子弹飞的兄弟都不是跟你一条心，他妈这底下人能跟你一条心吗？你站在位置上，你除了获得一名，把你梯子架起来搁在上面，剩你就等着死的。底下的人架着你那个做的事儿，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一人一个心思。我也愿意当底下的，上面架一个老大，我在底下做什么都 OK。最后风险老大去背，我把我自己能摘干净啊！所以大家在人生中也一定要记住了，不要没事当老大，当老大你就是找死呢，听明白了吗？啊，当老大就是找死呢！啊，这个你说现在在国内这些企业老板有多少老大，有几个好日子过的？别没事当老大，就在底下蔫着做自己该做，这就是你一辈子的享受。你有的是功夫享受大千世界，你去站在那风头浪尖上干嘛呀？对呀，天塌下来让个儿高的去顶啊！还有啥聊的东西？喉舌背后的大佬，讲讲喉舌背后，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喉舌背后的大佬啊？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大家问的意思，大家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个聊啊？代孕实验室都讲过了，你刚来的吧，跟你都讲过了，这个事儿在中国有好多实验室。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枸杞拿硫磺熏出来的，媒体报道现在都开始报。那你知不知道全中国几乎所有的枸杞都是硫磺熏出来的呀？中国哪有食品安全呀？就是大家不要激动，就是我们每一次，现在我是没办法在哪儿，比如说我可能5年10年前知道的信息，我已经很习以为常的，贪9000亿太正常了，他妈这个枸杞熏出来太正常，代孕到处都是代孕呐。就是这个事儿，就在我来讲属于稀松平常，因为中国共产党这种事儿特别多，都在干。你知道他连摘器官、摘活人器官他都经常做的事儿，你们现在对于他，哎呀，怎么会有9000亿呀？哎呀，食品怎么又不安全啊？你说你激动个啥？我也不知道你激动个啥。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你们应该现在所有市面上听到多恐怖出现的事儿，我建议大家都应该觉得叫习以为常。对呀，我为什么道歉呀？因为中国共产党我讲完了，中国共产党养老，对吧？那个可能不收大家钱，为什么呀？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己辟谣了，房屋维修基金、养老费绝不让大家掏钱，住建部自己批的。然后你一看细则，全是你们掏钱。因为2004年之前，房屋公共维修基金不是强制交的，之前大部分人都没交过，没交过你的房子怎么维护？不是得你自己交吗？一出细则全得自己交。所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前脚说的话，一天前说的话，最高的正部级机构的领导正式说的话，第二天就叭一个大嘴巴扇回来。就这样的一个党，他现在能干出啥事来？你还有精益的？啥精益的都不用有。啥经历啊？郑爽代孕是在美国，130万，我讲了俩孩子是在美国代孕的，那是2个州是合法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好吧？所以说什么？刘亦菲说啥呀？你说刘亦菲说啥呀？就你想让我说啥？她跟哪些男的睡过？这就是好奇心，这是你的大千世界，你的大千世界就是你好奇。那我跟你说，刘亦菲跟哪个富豪或跟哪个官员睡过，然后又能怎么样？我先问问你，那跟你要能睡过还好点儿，你跟你能睡过，你最起码你肢体上还有个感知，有个感受，你还有个大千世界。你跟你没睡过，你其他的有啥意义啊？跟大家讲过了，演员好多次跟大家讲了，演员是戏子啊，这个我很有发言权。我告诉大家，很多演员，你们自己体会就知道了，我绝对有发言权。什么叫戏子？就是从他在床上的第一眼给你，就是在表演，整场都在表演。第一个你没体会表演，到第二个就很体会表演，第三个那老入戏了。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全是戏。你他妈跟一个人，跟一个女的在床上，你不希望她给你的是真情流露吗？你不希望你们俩所有东西都是真实感受吗？然后你他妈突然间发现，在你最投入的时候，这个逼全是戏，一个真的都没有，你啥感觉？那是单性化共性，全这样。对，你还想着这些演员吗？你就不想了，听明白了啊？你就不想了，知道吗？所以呢，就是那个什么啊，我所以我让你羡慕啥呀？你是好奇，拿去给我八卦瞎传，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好吧？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肯定你们现在知道的一线肯定是有，告诉大家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讲过，第一个呢，这帮人画油彩，这帮人画油彩，皮肤要多差有多差。就是你知道这个，他们平时跟你接触，他不化妆的，他为什么？他这个脸终究能休息了。他们这个脸天天油彩，带着妆一带，他不是咱们的妆，他一带着做一天。为什么？上个镜头拍完拍他，结果上个镜头一直导演没说咔，不行，重拍，拍4个小时都重拍，他就只能回去，因为今天拍不了，明儿拍。明儿拍干嘛？这妆有时候都不能卸，因为累了。第二天起来拿着接，所以这么经年累月的妆，甭管男女的皮肤都特别差。我跟大家讲过，就是陈好的皮肤可以，还有一个谁的皮肤可以，剩下人皮肤都特别差，导致于他们平时
基本不化妆，跟你在一块儿，有时候很淡，有时候根本就不化妆，不化妆那个脸上，女的脸上你知道全是坑，全是小包红包，你啥感觉？你啥感觉？你首先不舒服吧？这肯定不舒服。第二个呢，本人所有的演员其实脸都很窄，个儿都很小，那个就跟你在电影里不一样，就是电影是会把你看我这脸啊，要上镜啊，我个人估计能比郭德纲大一号，能比小岳岳大一号。就是你们见到那么多人，我跟大家说什么？哎，你觉得你们平时看我怎么样？你们黄晓明是不是说1.8米？我跟黄晓明很熟。我告诉你，我跟黄晓明在镜子面前，我能把黄晓明装下。黄晓明在我里面正好小一号。你们觉得黄晓明是不是在镜头里面这人还行啊？所以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呢？他都特别小，这个人都很小，又瘦又小，然后再加上脸皮肤很多人枯干，对吧？然后呢，有些演员为了长颜，因为他需要锻炼，他们不吃东西，因为保持体脂。这个肉啊，腿啊、胳膊没什么肉，就都是那个骨头和那个肌肉很硬，摸着也不舒服啊。就是你们就是好奇心才会有，但是真正除非是为了俩人都出名啊，一般人没人找演员做媳妇儿，找了演员也得那什么。人民币没有1.8米，哪有1.8米？不是告诉你我能装下1.56米，1.7576米到头了，7576到头了。对，我见过好多粉丝，我见过好多粉丝呢，啊，见过很多人呢，好吧。刘亦菲上床可以，不好意思没上过，不知道。那您看您自己的感受吧，我是不知道。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表演，是有问题的。王野天写错了，王野天不是王天野，王野天，但是凶器在中国算2、3线演员里凶最大的啊，这个大到一个你很难想象的程度吧？啊，他这个胸要在你脑袋上一不留神一甩，他那胸能抽你一跟头。吕良伟，抱歉没见过，不知道。很多老了以后就得修复了。你看现在他打针呐、做各种美颜啊，就是他年纪大了以后，一边做抗衰，一边做什么东西，就是这些演员的相关的一些结果，好吧？这些演员相关的一些结果，谁是谁的什么人跟你有啥关系啊？谁是谁的什么人跟你有啥关系啊？对，所以你们发现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香港很多富豪会找一些香港女星做个小情儿，玩一段时间就放了，然后这些人最后实际上很多人都结不了婚，你有没有发现都结不了婚，一辈子都在那儿空着。对，因为他确实跟同样的真正的现实的美女比起来，他比不了。那娶媳妇儿肯定娶现实的美女啊，肯定娶现实的美女。肾上腺素红是抗衰老的，肾上腺素红是抗衰老的。王野天不是他跟我不那什么，他是那个跟那个葛优同学啊，他是跟葛大爷的那个啥，那她很虎的一个小姑娘，北京的小姑娘应该是还是哪儿的，反正说话是北京的味儿。对，香港明星都到内地来捞钱了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可以那个什么啊？戏子才和德都很难说，对吧？都很难说啊。吃饭的时候，这边是郭冬临，郭冬临，就是演喜剧呢。这边是柳岩啊，这边是关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个儿挺高那女的小孩，这边是他表哥。这一桌人，然后我讲一个什么事儿，郭冬临立刻打断我，一点面子不给，不要给他们讲。是这俩女演员，他们狗屁都不懂，他们他妈的什么现代东西都不学习，不认真，除了演戏那点烂东西以后，这些人知识文化水平极低，一点面子都没有。这郭冬临说相声的
啊，狗屁都不懂啊，不要跟他们讲任何东西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关晓彤对，就很王那俩人闹了个大红脸，也不好意思在那说话，发现确实是不太听得懂，就是一些什么新闻呐、商业呀、金融啊、军事啊，确实都不太听得懂。嗯，网红我见的很少。你要说的网红本人，我觉得跟照片差距最小的，我不知道你说的网红是什么，咱们相对色一点的网红吧，我见过的，这本人跟照片差距最小、最接近的两个人，就是本人也算是好看的啊，不是说照出照片的他本人也算好看的两个人，一个是易烊，一个是小热巴啊，这个都是推女郎里面的啊，就是不是你们现在流行的，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啊，这两个人是本人相对跟照片，小热巴是最小的，就基本上本人是什么样，照着照片就是什么样。啊，像有些人就比较大了啊，什么土肥圆之类的啊，什么什么，就差距就很大很大，就完全不像本人啊，完全不像本人。这两个人可能是我见过的这些人里面差距是相对是最小的啊，相对是最小的。嗯，不是李若彤两万带走，抱歉，是北京那个啊，住在跟我一块住一小区那个叫他妈什么，北京那个老点的那个，就说脚有味儿的那个女的，跟她老公离婚那个，那是2万块钱啊，那是那英说的。那当年还是很早的时候，她刚出道时间不是特别长，也不叫出道时间特别长啊。杨幂啊，是那英那时候说的，喜欢啊，跟我一个老师说喜欢2万块钱你就带走啊。我是为什么坦诚的说，我跟大家坦诚说，为什么我对女演员感觉都那么一般？我真心跟大家讲啊，所有这个演员里面，谁的感觉最好？在床上各方面，我跟大家真心说实话，小百花越剧团，也就是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小百花越剧团，这是活跃在江浙地区的，哎，什么桐庐啊这些地方的，专门演越剧的女人。这些女孩子，因为越剧里面只有女人没有男人，这些女人的特点呢，就是因为她们是演戏的，不是舞台上的，所以她们那个眼睛都是会说话的，叫风情万种。再加上都是江浙的本地的人，说话又是那种带着腔音，而且一定是以男人舒服了为最深刻的感觉，要你多舒服多舒服。所以呢，就是真正你要说戏子在中国，真正如果说你要我娶一个做老婆回家怎么体会床笫之欢最好的，我能给大家说的所有演员的各种各样的演戏里面的戏子里，跟大家讲最好的就是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员，长得好看的小百花越剧团，没听过可以去查一下，有很多地方都有小百花越剧团。小百花越剧团里总有那么几个角儿是特别漂亮的，长得特别漂亮，而且呢，因为是从小的功底啊，所以各种姿势、各种姿态、各种状态、各种东西都 OK 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说讲，那比演员不是这个档次，演员差老远了，演员差老远了。而且这个里面可能很多女孩也就在这个方面，也就是很擅长啊，只能说这么多，好吧？只能说这么多。嗯，是直播，直播。太极拳可以养生啊，太极拳当然可以养生了。太极拳，但是你得气，跟你站桩一样。其实太极拳、站桩、打坐、冥想都是气，你的气的运行过程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你不会运气，那你练什么都不太有用啊。练精化气，练气化神，只有气才能化神，走气很重要。嗯，律师函警告不怕，谁律师啊？警告我啥呀？就是律师函警告我啥呀？你讲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我就是谁的律师啊？谁请的律师？因为什么原因要警告我啊？咱都不明白，好吧？这个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嗯，
入定就是松嘛，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松松松，觉得你所有的肉都从身体上可以离开，你的骨架子恨不能都能变成一滩粉末，你飘在云端，跟整个的云能融合在一起，这状态就是到这个了，就是你的松松松。我现在其实很快就能入定这状态，那就是松的状态。但你说这种松的状态怎么过程有，还真是不知道，还真是不知道。抑郁症怎么治疗比较有效？按照现在医学来讲的话呢，抑郁症几乎一辈子都没办法去根治，不能根治。但是呢，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减轻，让它干嘛？让它变得更容易跟周围的环境共情。抑郁症是个内向的病，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太多的心态在自己身上，在自己的感情，在自己的心情，在自己的状态里，这个人就容易抑郁。但如果放到一个环境里，这个环境让他不停不跟着环境拼命的跑跑跑，跳跳跳跳跳，只能每天高频次的把自己共情在融入在一个公共环境里，他没时间自己去体会自己的内心。相对来讲，抑郁症就会好的很多。但是怎么制造这个东西就不知道。反正你没有听说过战场上哪个人得了抑郁症妨碍打仗的，那为什么不妨碍呀？他妈炮一响，你就在那块你就得跑，就得冲锋，就得打枪，你什么抑郁啊？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体会自己的心情和感受。但是战场上下来，如果没有得什么战场什么什么什么后遗症，就这种东西，慢慢的可能抑郁的还会抑郁，但是融到这个环境里，很快就诱步了。所以就得让他把自己从一个内向考虑变成一个外向考虑。至于投到什么环境里，可能大家得自己去想，好吧？顶礼是特别棒的，顶礼是特别好的健身的一个办法。1000拜太多了，开始一天能做200就可以。顶礼是等身长头，您要跪下去全扑上去，扑起来，然后您再起来站，再起来。您想这一天您要做1000个，那1年后您从精神到身体到感知，棒棒的，对吧？这个顶礼只是你开始肯定得是得练200个，可能很多人都吃不消，1000个那真是做不了1000个真是做不了那8段锦5前戏都可以八卦飞机群没有不能加呀，八卦飞机群可以八卦飞机群一直你们愿意加可以加呀，没有过不能加对，又不是传票，律师函有屁用？这上面写了律师函写了以后你自己看看，关键是谁律师，因为什么罚函呀？还有什么咱们聊的？大家有什么事可以瞎聊可以瞎聊。了解美女演员陶慧敏吗？不了解这个人哪怕他曾经跟我吃过饭，坐在这儿，我可能对他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因为在你们的眼里他是个演员。那在这个档次里面，演员是个啥呀？就演员是个啥呀？经常会说演员是个嘚儿我有自己影视公司蔷薇天空，对吧？然后跟唐德影视那么熟，就那么多演员眼里面，像我们这种人都像神一样伺候着。所以演员是谁他可能介绍了坐那吃个饭，我都不会记得他是谁真不是开玩笑真不是开玩笑。陶也是小百花的那应该是很不错的，小百花的都很不错的。其实很喜欢范冰冰跟刘亦菲喜欢就行了，喜欢就行了估计你可能咱们就说开个玩笑，你宁可跟老刘同学去啪啪啪，也不太可能愿意跟冰冰同学去啪啪啪冰冰同学应该不是大部分人喜欢的菜。迎风三叠亮是呼吸的问题，迎风三叠亮是呼吸的问题。你先做你自己的吧，刚4个月，别着急了。韩国创业，咱们生意上的事儿以后讲吧，八卦的事不讲生意，讲讲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看待国内那些正能量网红大师周文强他们？我都不知道国内谁是正能量，我只知道张维维。原来还有一个胡殿飞，胡殿飞他妈的被封了以后，就剩个张维维还有一个司马家头，就是除了张维维、司马家头，我都不认识国内的一些人。所以你们说什么正能量大师，我都没法评价，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
不能评价，反正那俩是足够傻逼啊，那俩是足够傻逼。胚胎干细胞是从胎儿身上去获取的啊，未出生的胎儿的身上去获取的，好吧？啊，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有什么意义？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些老领导们他们都是怎么养生的？就是老领导们他们都是怎么弄的？那这个时间的原因，咱们肯定不能跟大家讲这些东西。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老领导养生，哎呀，看一下啊，找不到就算了，找不到就没办法了。我就告诉大家，就是养生这个东西啊，还是蛮复杂的，蛮复杂的啊。就是你们这个胎儿，为什么这么多孩子会被死掉，会被出问题啊？跟这个东西也是蛮有关系的啊。看看国外吧，咱们实在看不着国内的，听一下吧。换血、换心、软禁少女、攫取胚胎，超级富豪为了续命到底有多疯狂？前阵子大火的美国富豪换血计划，掀开了超级富豪们的这个隐匿角落。为了重返18岁，约翰逊每年花200万美元招30指甲盖。最狠的是，为了检查肠道，30多个医生搞逆审，说来就来，从头。等一下啊，哎，这是香胡丝儿一直精致到指甲盖。最狠的是，为了检查肠道，他竟生吞下一个迷你照相机，惊呆众人。而在这之前，他也用过其他年轻人的血液，总共换过6次血，每月1次。不只是约翰逊，为了活到120岁，不少美国富人都开始吸血。58岁的 PayPal 的创始人彼得蒂尔，每个季度都会花4万美元给自己换上18岁小鲜肉的血液，而在他的血液档案库中，已积累了上百名年轻的血奴。为了满足富人们日益增加的吸血需求，美国的 Ambrosia 公司还以8000美元一个疗程的价格向客户们提供年轻人的血液，整个过程就好像卖矿泉水一样，生意还火到不行。而这些还不是最疯狂的。为了追求永生，超级富豪们到底有多疯狂？洛克菲勒10年换了6次心脏，总花费20亿，强行续命到101岁。加拿大富商印加德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他每年花费上亿元注射干细胞针，原料正是取自于流产婴儿的胚胎。啊，这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干细胞，胎盘干细胞，这就是为什么萝莉岛，我因为找不到那个东西，我跟大家听这个，这就是萝莉岛的来源，知道了吧？胎盘干细胞最好的就所谓的细胞针是自己的，跟自己有亲缘关系的胎盘产生的。那么呢，就是到萝莉岛上这些未成年少女，这个时候的胎盘是最好的，然后怀孩子，然后人工流产，流产完的这些孩子们做的胎盘干细胞，这些做的胎盘干细胞就是流产的这些孩子里做的胎盘干细胞，然后最后让这些东西产生作用，才可以让你延长寿命啊！我刚才讲那个东西，跟大家讲讲啊，这个东西国内的领导们都是这样子的啊，国内领导都是这样子的，就只是人家国外是花钱，国内呢，咱们领导连钱都不用花，换血换器官干嘛东西连钱都不用花，因为你只要级别到了，都是你的安排好的，国家给你的相关福利。至于这些东西从哪儿取得就不知道了。萝莉岛2个东西，一个是肾上腺素红，一个就是这个胎盘干细胞。未成年少女14岁、15岁，啪啪以后孩子以后呢，从这个孩子以后人工制造流产，从流产的婴儿里获取胎盘干细胞，然后胎盘干细胞以后注射，这样的来保持自己的年轻，这才是这些人去萝莉岛真实的目的。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能说，因为这个在人道上太难了，所以说他们去萝莉岛玩女人。我跟大家原来讲过，我说霍金去玩个屁啊！你们觉得霍金去上萝莉岛，他能玩女人吗？啊，是为了长寿，是为了让自己生命能获得更多的延续才去的啊，其他的没有了。活到100很正常，刚才不是讲了吗？换血、换心脏、换这个换那个，正常啊，正常。
能否分享玩女人经历？买春、空姐、护士、秘书、游艇趴、多人趴。你一聊这个，我就知道你不太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你还是处在外在的感官上。对呀，就是你跟一个女孩好，你们俩你的目的是不是啪啪？你是频繁的跟各种各样的人去啪啪，那你是为了啥呢？就是你为了啥啊？你最后能获得的是啥？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在这个里面有进度，我给大家说18个要素，18个要素就咱们讲完了就结束了啊，18个要素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第一个不用讲了，长相，就怎么这个人适合长相，不是什么他护士不护士，穿扮什么衣服那不重要，长得很重要。长得首先就有问题，那脸你都看不过去，你怎么往下去弄啊？第二个，他声音要舒服。你知不知道这有的女的一张嘴，你声音你就不舒服。她如果在这过程中，她一直用这样的声音跟你说话，你自己什么感觉？第三个很重要啊，要会说话，说的话让你感觉舒服，不是声音啊，是说的话，那话都是愣出来的做你不会有好的感觉。第四个身材那不用讲，你肯定知道了。第五个他的动作，他跟你在一块儿能够产生基础的相关的。没有上床之前，上床之后整体的动作感觉。第六个皮肤，皮肤的问题很重要，很重要真不是开玩笑啊。第七个味道，各种味道身体的私处的各种味道。第八个毛发这跟喜好程度跟很多东西有关。第九个不是光有胸没胸，胸的形状、胸的软硬程度、胸的手感等等都很重要。听得明白了吗？有的人胸看着特别大，但是胸上面全是那个妊娠纹那样的一层一层的东西，你会觉得你会很舒服吗？等等第10个，他身体感受，你抚摸时候的感受。第11个，他跟你之间的互动感，你做他做，你做他做，你们的互动感。第12个，口活好不好这男人这个很重要，跟大家讲。第13个，他的私处和你对他的私处的感知。第14个，他的呻吟的声音跟呻吟的状态。第15个，他身体的柔韧度。对呀，姿态，喜欢的各种东西跟你的这种匹配程度。第16个，他做时候对你的贴心程度，就是他满足还是体贴你的程度和他的表演情况。第17个，他高潮时候的表现。第18个，他的主动型被动型和你的主动型被动型的匹配程度。好吧这个跟大家不开玩笑，不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表演，你要真想啪啪啪有舒服了，那些东西都不重要，那是你开始去玩兴趣爱好你弄个什么空姐穿个衣服，但是真正感受你会发现那衣服是不是那么的，就像我说这些东西感觉才是才是。你有 SM 倾向，你 S 他 M 他也有倾向这个我说了，你们两个这种匹配程度，主动被动匹配程度才匹配得上。你没有怪癖，他也没有怪癖，那才匹配得上，对吧你们两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匹配不上实际上就蛮麻烦真的蛮麻烦，不会让你在那个过程中感受到你应该感受的一种最高境界真的最高境界还是不一样的。没有都满足的没有都满足的奖励条件，你自己也会考虑我对于我是什么最重要比如说你认为皮肤是最重要的，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认为他这个口气味道，因为有的女的不开玩笑长得挺漂亮的女孩，她一说话那个口气重得了，因为有的女孩她为了减肥，那个胃部全是胃气，她一说话那个口气重得了，拿口香糖都冲过来，你说你感觉要不要好？一定要考虑。有的人说话就是那种大公鸭嗓，公性化的中性化，说完了你就感觉不了，对吧？有的女的你看着都挺好体型也挺好，说话也挺温柔，一脱衣服，不开玩笑真不开玩笑，一巴掌长的胸毛开玩笑没有那么长，但是胸上好多毛，你啥感觉？你啥感觉？我就问你，对吧？这个就直接就给你砍在那儿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还是你自己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自己寻求自己的自己寻求自己的。其他没有了，那就这么着吧
啊，那就这么着吧。当然不是一个抽擦运动了，你们两个的共同的一种融合和高潮，绝对不是你所说那么一个感知。如果你就只是现在这么一个抽擦的状态，你永远不知道做爱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美好。我告诉你了，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美好啊！因为你获得的东西就只有这么点儿，他给你的感知也只有这么点儿。对呀，就为什么？因为以前跟大家讲过，今天就最后一个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跟大家说1910这个时候是男人最壮的、最好舒服的状态，那就不是抽擦了。为什么1910啊？因为你躺在这儿，这两边两个人，一人一个耳朵，一人一只手，一人一个脚，对吧？然后呢，这个耳朵、手、脚、胸，一人一个胸，你的胸，然后底下上面一个那个，下面一个那个位置，只要做好了，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这个状态中，你才能够获得一种极其爽和舒服的状态，特别是这里面的舌头技巧东西等等一系列东西，才能达到一种很好的状态。这他妈哪是一个抽插能够有的呢？我说的可能隐晦点，因为这个东西不说太透了，省得人到时候频道懂的人都懂，不懂就算了不懂就算了。所以正常的为什么需要大床为什么会需要一些东西？因为真正来讲的话，最好的前戏状态都是1910的状态你一个抽插，你说你多低层啊？到那儿就多低层啊！今天就这么着，好吧？今天就这么着。哎，69多低层啊！就为什么我跟你们说，我都讲到这儿了，你如果还不理解，那我也就实在不知道该说啥。皇帝不只有包子可以吃，听得明白了吗？皇帝不只有包子可以吃，懂了吗？那今天就这样今天就这样，好吧？其他不说了，谢谢。再多说一句这10个人可是车轮轮换的，可是车轮要轮换呢，你就都能体会到所有人不同的感受了。懂的都懂，懂的都懂，还要评分，还要获奖，还有游戏，还这个还那个，慢慢玩吧。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听我瞎逼逼。